王毅谈到中国自身发展和对美政策的确定性时，特别指出，美方应停止搞排除中国的小团体、小圈子。但外界注意到，就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之际，美方又在借这一国际场合大搞小圈子外交。当地时间周一，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透露，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四在联合国主持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的相关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也将与南太岛国元首会晤。坎贝尔说，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有着无可回避的战略因素。We have tried to put together an unofficial grouping of like-minded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New Zealand, Japan, Great Britain. A few others will join. Secretary Blinken will have an important event on this issue and this initiative on Thursday. 据悉，印度也将作为观察员国参加相关活动。今年6月24号，美英日澳新5国小团体又组建一个新群——南太平洋伙伴。白宫官员直言，这一组织旨在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外界注意到，这5个国家在美国组建的多个小圈子中都是核心成员，而且相互交织。除了日本之外，其他4国都是五眼联盟成员。美英澳则在去年成立了奥库斯，而美日澳则是4边机制成员。3月份，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美国和澳新2国反应激烈。国委员兼外长王毅于5月至6月的太平洋岛国之行，又触动了美澳等国的敏感神经。路透社报道认为，南太平洋伙伴是拜登政府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资源的又一动作，拉拢盟友到南太，强化与中国抗衡的意味浓厚。太平洋国家领导人本月表示，华盛顿理应尊重和理解他们的优先事项及气候变化，而不是超级大国的争斗，是他们最为紧迫的安全目标。坎贝尔在周一也坦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确实忽略了太平洋岛国。同时，他也再次拿所谓中国威胁说事。I think we've seen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a more ambitious China that seeks to develop a footprint militarily and the like in the Indo-Pacific. I think that has caused some anxiety with partners like Australia, New Zealand. 除组建各种小团体外，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努力让该国防务公司庞大的全球供应链与中国脱钩。本月早些时候，五角大楼曾决定暂停 F-35 战机的交付工作，原因是 F-35 发动机中的一个油泵使用了来自中国稀土材料制造的永磁铁部件。虽然美国国防部后来又表示，持续进行的调查表明，使用中国生产的核心并不影响 F-35 战机的安全性或适航性，但美方此举意图明显，被认为是与摆脱对华稀土依赖的大背景有关。现代国防工业之中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热成像啊、雷达呀，这个包括说是这个夜视啊这一些的设备呢，它是需要稀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元素去支持的。有人统计过啊，就说一架这个 F-35 战机可能要生产它出来需要大概接近半吨的这样的稀土。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更好地分析美国军事承包商所用的飞机零部件、电子产品和原材料是否来自中国以及其他潜在对手。在美国国防部的压力下，防务承包商已表示将逐渐停止使用来自主要供应国中国的微电子产品和特种金属。目前，美国国内用以加工稀土矿物的新设施仍处在开发建设中，因此大多数稀土矿物仍广泛采购自中国。尽管美国竭力试图与中国脱钩，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此举只可能让自己面对巨大损失。作为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资源，稀土具备优秀的电磁特性，能在工业上与其他材料完美融合，大幅度提升材料原本的性能，因此也被冠以工业黄金的美誉。在导弹、智能武器、战斗机领域，用于武器装备的钢材在加入稀土资源后，其抗击打能力提升80%以上。同时，稀土还能增强炮弹的杀伤力。稀土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一度使得全球军工科技取得了重大进步。事实上，如果没有稀土支撑，美国就无法实现武器技术的信息化。据统计，制造一架 F-35 战斗机需要400公斤稀土、600公斤钛和300公斤的锑。此外，美军其他现役尖端武器的生产同样对各类稀有金属有极大的需求，例如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弹、福特级航母、萨德防空系统等。
一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建造更是需要4吨稀土。稀土呢，可以说对整个国防工业来讲呢，甚至乎对这个未来的信息产业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原料，它能起到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战争呢，实际上是这个芯片的战争，就是说需要大量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支持，这个大量的信息科技。那么在芯片制造方面呢，实际上稀土的这些这个稀有元素就非常之这个重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周日被问及对削减对华关税的看法，他声称拜登政府不应该取消这些关税，并且还认为对华加征的关税并非对中国的惩罚或制裁，它的存在是为了维持贸易公平。但实际上，动辄以行政措施干涉自由市场，动辄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美方自诩公平站不住脚。实际上，美国国内，包括拜登政府内部，几年来一直有不少声音要求削减加征关税，因为数据显示，这些关税的绝大多数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并且增加了美国企业的成本，推升了通胀水平。《华尔街日报》还曾报道了拜登政府内部对加征关税的分歧，指出财长耶伦等人也支持削减部分加征关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他在与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等美国主流智库相关研究人员内部交流时，对方曾多次表示，不论美官方如何巧言善辩，真正的利益损失都是美国消费者在承担。那现在他又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说我为了创造全球的公平的竞争和贸易环境，实际上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盟友，意思是我是在为全球谋福利，但实际上就是在打击中国。所以这个说辞虽然有些变化，但真正的利益损失其实是美国的消费者在承担。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最新通胀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通胀仍在蹿升，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8.3%， 高于市场预期的 8.1%， 华尔街股市随即大跌。然而，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在接受美专访时，仍自信地告诉美国人，他有能力能控制通胀。No, I'm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control of inflation. 不过，拜登的盲目自信并不为美国民众所接受。根据美联社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71% 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经济状况很糟糕， 72% 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雅虎财经新闻栏目更在节目中指出，拜登对美国经济的盲目乐观让人目瞪口呆。I thought the most stunning part of the interview, to pivot a little bit, was his downplaying of inflation. But that may have been Joe Biden's worst answer as a president,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a 40-year high for inflation. The month-to-month number should certainly not be his emphasi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American people who saw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groceries, that thing they feel the most, that will come back. And even in gas prices, where we are right now, yes, we had 13 weeks of declining gas prices, but when you go to fill up your car, at least my car, I'm paying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I was a year ago. Yes, comparing it to the levels that we saw midsummer, it looks like we are in a much better position, but historically speaking, gas prices still astronomically high. I'm still stunned.